乌战争现在是第1002天哦。那事实上，这一波的升级就是从俄乌战争满1000天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哦，从2天前，也就是第1000天的时候，乌克兰发射了美制长程飞弹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紧接着隔天呢，又使用了英法的长程巡弋飞弹暴风之影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那换到俄罗斯了吧？果然，在21号，俄罗斯就朝着乌克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哦。这也是俄乌交战33个月来，也就是这1000天来，首次看到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出现哦。路透社在周4的时候报道说，这是双方哦开战以来俄罗斯首度使用强大的长程飞弹哦。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一直都知道说，俄罗斯好像并没有派出他那个最核心、最精锐的部队、最强的武器哦，都还没有派出来。现在目前都还是用一种等于说最低限度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形式。难道真的要大规模升级了吗？那这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外界揣测哦，可能是 RS-26的边界。那俄罗斯还没有回应这件事情。那就连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很突发的状况，就是通常在记者会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这样对外发言，但是他这次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好像要他别谈洲际飞弹。我们来听听。Да, да, у меня брифинг. Маршал удар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о чем Запад не стали говорить, не комментируют. Да,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对，透过麦克风哦，那个声音就连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就说：“西方问到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发表评论。”对方的声音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哦。随后，扎哈罗娃果然对于相关的问题都不做回应了。那在实战的条件之下呢，普京有讲了，他说这个成功试射最新型的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击中了第聂伯罗市的一个军事工业设施哦。那这个飞弹叫做真果树，它的速度可达10马赫。今天试射的真果树是搭配了常规弹头，也就是说，你看到炸出去的时候是这样分散的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火光啊，所以这就像是这个真果树上面有非常多颗真果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目前没有任何的防空或反飞弹系统足以拦截或是反制这个真果树哦，所以现在派出来这样的一个新的真果树加入了这场战局，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哦。那普京甚至直接就说：“你们也不用猜了。”因为他直接喊出来，他说俄乌战争正走向全球，不再是一个局部哦，不再是属于一个乌克兰境内的一场战争，而是现在变成一个全球战争。那是不是就等于第3次世界大战呢？那他说呢，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反击行动。在乌克兰使用英美提供的先进武器之后，俄乌战争已经正式升级为全球冲突哦。这场由西方挑起的地域冲突，现在已经有了全球性的因素。那如果这一个侵略行为升级，也会果断的做对称的回应。话说的非常的重哦。那泽伦斯基也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发文，他说俄罗斯是使用新型的中程弹道飞弹，意味着冲突的规模跟残酷性明显而严重的提升了。那的确，这个路透社他们也观察到，因为扎哈罗娃当天就警告了，俄罗斯已经是把这个波兰的北约新基地列为是潜在优先的摧毁目标，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俄罗斯把炮口对向北约，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是正式的实质的正在升级哦。北约多国已经在芬兰这边来进行大规模的炮兵演习，那距离俄罗斯只有100公里哦。那看起来这个是芬兰，因为2023才加入北约嘛，他们就在选这个新加入的人，就在你的那边境内来举行大规模的炮兵演习，所以要先牺牲新加入的人嘛，让大家觉得说看起来的确是很危急哦。那乌克兰当然也感受到了，因为俄罗斯新一波压箱宝型的这种比较更加厉害的武器已经拿出来了，很多人现在开始转向了，对西方信任危机加剧，他们觉得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疲劳感，希望赶快能够结束这一场战争。那欧美现在又在那边甩锅啦，白宫拒绝承认，就说这次升级不跟我们相关哦，怎么会不相关？我们刚刚已经还原了第1000天开始，就是因为乌克兰使用了美国的这个长程的这样的飞弹，中长程飞弹。他说这个责任不在乌克兰，也不在美国，而
而是俄罗斯发起，是俄罗斯才是升级的人。美国讲这一番话，也被人家觉得说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哦？俄罗斯的议员就在讲说，你美国啊正全速向俄罗斯的冲突狂奔了，而且行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不负责任，全世界都能看得到。那点头这样子的人是谁呢？就是拜登。拜登在下台之前，先这样做了一个全速加速把这场战争冲突升级的一个动作。那连这个乌克兰驻英大使都讲说，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还点名了中国大陆。他说，因为呢有中国制的炮弹在这其中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第3次世界大战真的开始了吗？不，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乌克兰先用了长程的导弹去打到库尔斯州的边境嘛。对啊，那据了解，我看到的报道是6+2啊，就有6枚是美国的 ATACMS， 有2枚是英国的暴风影。就你先出手啊。对。那因为俄罗斯刚修改了它的核武的准则嘛，就说。如果这个有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还有主权呐，那他就可以用同等报复。那当然这个是被视为严重威胁啦，还不一定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报复并没有立即装核弹头嘛。可是因为他基本上他这一款R-26是从洲际导弹改装的啦。洲际导弹本来可以射12000公里，那它现在就是压低嘛，啊，那有人说可以射到5-6千啊，也可以压低到1000这样啊，可是因为它毕竟速度很快啊，那也不是那么准确的导弹啊，所以因为它核弹你知道嘛，它允许的误差值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并不是那么准确就打到某一个点上，核弹不需要这样嘛。核弹误差范围100米也没关系啊，照样全毁。对，那这枚导弹现在有一个大家不太清楚的地方，就它到底有没有装高爆弹头？因为它有落地啊。那我现在也看到了现场的照片，伤害范围很小，就它有打到了，那可是损害不大。那如果它速度这么快，如果真的有装高爆弹头啊，那照理讲，它的高爆弹头应该可以有到伊斯坎德导弹的3倍左右，可是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破坏，因为刚刚他又射了第2枚，所以是示警的意思比较。就是我打得到你，而且它有多弹头，这个可以有6个弹头，那我只是跟你警告，这个可以是核弹头哦，可以装入高爆弹哦。那可是现在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不能证明啊，说好像是空包弹，所以你只看到火光在空中，然后落地的时候并没有大爆炸，就是完全是一个撞击力了啊。因为我刚刚看到乌克兰有一个照片，那个地方是确定被打到，可是就是把一个房子撞出一个大洞这样，因为它有撞击力嘛，对，所以它的用意何在？所以他叫扎罗法不要回应嘛，我就要让你猜，因为我刚刚也看到了一个新的说法，他说下一个就是基辅的国会国会大楼，结果把那个国会议员吓坏了，立即宣布休会那他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国会里面有一大堆法西斯分子就用这个当理由，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要让你去猜。看我是要干嘛，可是他不要立即造成大规模的死伤啦，让你就有很多宣传可以做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好，来请教赖老师。现在的情况这个到底是胆小鬼游戏还是说最后会发生这个核战因为普丁很明显的继续在推他的核威慑。对，那普丁的核威慑目前来讲已经受到挑战，因为他之前画出一个红线，这个红线就是你如果乌克兰使用北约国家提供给他的这些远程的武器，他就会对于提供者进行攻击。
那现在的是北约的国家以美国跟英国为主，提供给乌克兰，而且允许他使用。那使用了以后，现在对于普丁来讲的话，那他要不要对英国跟美国实施反击？这个就考验的普丁的威信的问题了。普丁目前采用的手段是强化这个核打击的可能性跟存在，也就是说，还是针对于乌克兰。那针对于乌克兰的掠夺城，而且使用的是中程的弹道导弹。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是从洲际的弹道导弹改了。为什么会从洲际弹道导弹改为中程的导弹？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说不要发展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因为中程的弹道导弹是很难防御、很难拦截，而会装核弹头。所以为了避免误解，因此在这个欧洲安全组织跟安全会议的过程里面，就有所谓的中导协议，彼此之间要建立所谓的这个核武的相互保证毁灭的这种威慑战略，所以彼此之间不发展中程的导弹，以避免误解，那就发展出所谓的军事互信机制。后来这个机制被撕毁了，因为美国强大了，苏联瓦解了，俄罗斯衰弱了，所以美国就把中程的弹道导弹就撕毁了，相互保证毁灭的这个协议也就撕毁了。撕毁以后，美国就拼命的在发展这个中程弹道导弹，俄罗斯也在发展。那现在的情况很明显的，俄罗斯没有新一款的中程导弹，它用的是洲际的导弹改良版，把它缩短成为中程的导弹。那这样的一个新一款的，也就是真果树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因为当初都认为是洲际弹道导弹嘛，所以本来是可以打12000的，现在打成5000而已。但是这款导弹一旦是中程的，那就很难拦截。它可以装常规弹头，也可以装这个核弹头。而如果它本身如果装这个核弹头，它还可以分成6枚的这个核弹头，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成更小的核弹头，去对于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甚至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现在的情况是，普丁已经向乌克兰也向北约的国家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有能力使用核战，而且使用中程的核弹。这个在整个欧洲的国家，你无一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可以幸免于难。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觉得说，我们的战争还不用升级，因为他没有要打美国。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欧洲国家呢？你如果是在巴黎，现在正出雪，来得这么漂亮；如果你是在伦敦，你是在柏林，你可能就面临的那就是一场核战了。那现在的情况是，到底这场战争你要不要再回应？那我们再看你泽连斯基了。泽连斯基你再度的使用这个美国给你跟英国给的武器的话，那俄罗斯很有可能就在升级了。那不断的在升级的过程中，哪一天哪一个胆小鬼发生，如果都没有发生胆小鬼，那一直不停的升级，到最后那就是一个全面性的战争了。好，来请教将军。那现在俄乌战争已经打了1002天了，就好像就在棒球一样，打到第9场。那第9场的话，那双方看看能有压箱底的，赶快也用出来。那俄罗斯打了这个 RS-26是这个雅尔斯的改良版，当然它的这个射程缩短，但是问题是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这个能力可以打，因为这个 RS-26的话，它是核常兼备。那核常兼备，我认为他这次打这一次有一石两鸟，一箭双雕。第一个，他是教训乌克兰，我就拿这个类似洲际弹道飞弹，可以打2000到5000公里嘛，来教训乌克兰，这就是教训。第二个，他威慑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现在已经打的是这个中程这个弹道飞弹了，我也可以打洲际弹道飞弹了。因为雅尔斯就是 WS-24，这个是这个 RS-26，那换句话说，两个都可以用啊。那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看，这个 RS-26是核常兼备啊，可以挂传统的弹头，因为它的载荷量是1.2公吨，那也可以打核武，它的核当量可以有50万吨的核当量，50万吨的黄色炸药啊。那这样的话，两个都可以使用。那这样的话，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看，那俄罗斯就是为了发挥这种威慑、核威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命中了目标，因为它的终端的速度是高超音速，高超音速是5倍音速以上。那数字上是写的10倍音速，但是我认为要保守，
可能没有办法到达10倍因数，可能在5倍因数到6倍因数之间，但是也是高超因数了。这个乌克兰也没办法做拦截，对，所以就命中那个军事那个军事大楼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来看哦，这个至于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我认为没有。第三次大战如果要开打的话，就决定一个指标，就是美国有没有出兵。因为美国出兵的话，32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就会跟着美国一起出兵。美国没有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是这个样的。那美国有没有出兵？美国没有啊。美国现在正在改朝换代，明年1月20号就要换了川普新政府就要上任了。那现在的话，已经变成看守政府。无论乌克兰那个美国不参战、不出兵，我认为这个形势不会改变，因为只剩下不到2个月了。这个看守政府，拜登的看守政府，我认为他不会在这方面做改弦易辙。如果要改，早就改了；又要出兵，早就出兵了。所以美国没有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马斯克现在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哦，他是不是插手了川普的内阁呢？有这样的报道在讲，马斯克是不是用这个朋友来掩盖他的野心啊？他说他其实只是喜欢跟川普相处啊。明白来说，尽管我对于一些内阁人选提供了意见，但许多决策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啊，也100%是川普的决策。但多家媒体报道说，马斯克其实有参与到说跟泽伦斯基，就川普泽伦斯基的通话哦。那与 Google 的执行长皮加的通话呢，其实马斯克也没有缺席。换句话说，马斯克在川普的这个内阁，其实在他周遭啊，就非常的有话语权。那现在还有许多的来自矽谷的科技精英哦，也因着他的引荐，好像纷纷要加入到了这个川普的团队吗？传出来很多科技的这种矽谷精英哦，也对于政府工作有兴趣。那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就引荐了多位科技圈的人士跟川普会谈，那这些人甚至不惜辞去原本的工作，也要加入政府哦。究竟是打什么如意算盘呢？也可能是因为接下来这个中美的科技大战哦，如果这些来自科技界的人，他们能够去影响一些决策的话，会不会就是这一波他们很愿意加入这个内阁或者是川普这样的一个政府团队当中的一个主因呢？那紧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他说，尽管马斯克并没有正式加入到这个川普的交接团队，但他现在的职位或者是他的这一个分量来说的话，等于就已经是新政府的顾问了。那他成为科技圈进入到川普政府的最大推手。越来越多可能你过去看到这个美国矽谷科技界的一些大佬们，未来会出现在川普的政府当中吗？这大家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那不过马斯克现在要推行的就是瘦身计划，因为他说有太多的这个公务人员哦，是这个好像叠床架屋的，所以他现在要开始进行一个瘦身计划，1周5天强制进办公室哦。那他说跟这个印度裔的企业家这个拉瓦斯瓦米其实他本来也是要出来选总统的嘛，他们就联名投书了《华尔街日报》，就讲说最新的改革计划要求公务员每周到办公室上班5天，否则你可以自愿离职哦。他说我的做事方法不同，我们是企业家不是政客，我们将会削减成本。企业家是非常精算这个人力成本的支出的并没有办法就是像原本的公务机关那样子的方式来做事。那另外这个大家讲说，川普现在有一个矛盾点，就是他提了非常多鹰派的内阁，也就是抗中派但是呢，他自己的顾问马斯克却是在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就是特斯拉其实在中国大陆市场也是他非常看重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嘛。虽然现在看起来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相较之下，好像节节败退但是仍旧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存在。那《纽约时报》就分析川普面对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其实比较讲究交易，而不是看重意识形态。如果川普认为结果是对美国有利的话，他便愿意这个
扬言呢，这开征惩罚性关税，或是迫使对方达成协议。那川普的核心顾问在中国大陆都有重要的事业，特别是特斯拉马斯克。那亲近人士都在大陆做生意。纽时讲说，这其实也反映出一个讯号，就是尽管看起来有非常多对华鹰派的阁员，可是呢，因为他周遭的这些科技富豪啊、顾问啊，都在大陆有经商哦，也很看重大陆的市场，所以代表说中美之间在未来的科技战可能有蛮多的转换空间的。那另外，川普提名了这个卢特尼克来出任这个美国商务部长。他说呢，因为他一直在主导的这个关税这件事情，卢特尼克有说过支持较有特定范围的关税哦，而不是川普讲的全面加征关税哦。所以他讲这个关税看起来是个谈判工具，加征关税的目标应该也是要拉抬自己美国本土的产品竞争力。那还有这个对照一下哦，这个李强下周一的时候要跟一些外企高管来进行一些供应链的议题的会晤，那就是要应对接下来川普喊出来的要对华加征关税嘛。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做一些准备哦。他们商务部呢就提到了，接下来要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来营造一些良好的外部这个贸易环境。那当然，华为现在也是首当其冲啊，因为华为硬汉美国，跟美国来说的话，第一个这样子制裁的企业就是华为嘛。现在华为要推出 Mate 70了。根据最新的统计大概已经有将近这个285块290万人在这个预约了。那华为也陆续曝光了一些新的他们的技术，比方说 Nova 13系列哦。如果背景很杂乱，也可以消除路人影子啊，用 AI 来拯救你的照片哦。甚至呢，接下来连全屋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就是华为的 AI 也要进入到你全家这个所有的一些家电都可以使用到华为。还有它明年也要推出一个 AI 晶片哦，在第一季就要来问世了，升腾 910C 也要来对决美国的晶片卡脖子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鲁特尼克啊，事实上他跟中国的关系很深因为他自己是搞金融服务公司啊，对，那他跟中国有一家国企叫中诚，也是有关金融的啦，合资啊，那是国企啊，然后还协助中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那事实上他应该是比较大的承销商嘛。所以也协助中国处理国债。事实上，民主党财政委员会已经有人出来质疑他了啊，所以这个倒蛮有趣的啦。就本来传出说那个上次那个贸易战那个贸易代表，那个莱特希泽嘛，大家都认为莱特希泽会不会有机会升官当商务部长啊？那或者有没有机会继续当贸易代表？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反而传出来的是鲁特尼克，这个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因为这个角色是科技战、贸易战最重要的人，结果你竟然找一个跟中国，而且坦白讲，在中国赚了很多钱的人，来当这个职位啊！那美国现在有很多保守派都在帮莱特希泽叫屈啊，说川普怎么没有用这么有能力的这个人啊？所以我觉得恐怕真的让你跌破眼镜了，或者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马斯克住在海湖山庄帮川普洗脑了啊？其实马斯克住在海湖山庄我坦白说了，也不要说他去影响多少人事了。我觉得川普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嘛，那他喜欢跟聪明人交往他至少承认。马斯克跟他一样聪明，至少马斯克有一些东西他做不到啊，比如说可以让火箭飞回来啊，还有马斯克比他有钱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很多问题有跟他讨论，会听马斯克的，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我的原来的想法恐怕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所以我认为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啊，可是这个鲁特尼克这个任命案真的太特殊了啦，跌破
非常多人的眼镜。其实中美能够互利互好，就像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的，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如果不要打这个贸易战，全世界都可以受惠。完全不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不高啊。贸易战的发展还是会继续，但是我觉得川普已经在微调了，而且调的情况是越来越务实了啊。我们首先看到，在人事任用的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马斯克几乎是连八打连在一起，这个就起了作用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跟很多企业家这个通电话的时候，马斯克在场，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场，甚至跟米莱见面的时候马斯克也在场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甚至马斯克推荐很多科技业者的老板到川普旁边担任川普的科技顾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拜登的期间，科技战打得很猛烈。而科技战其实让美国受到很大的伤害，大陆也受到伤害，那全世界都受到伤害。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新设的一个部门，就是 BIS， 有点像工信局这样子，放在商务部里面，这一群人是不食人间烟火，躲在房间里面去敲键盘，然后就开始列出一堆清单，惩罚这个，惩罚那个，惩罚这个，惩罚那个。那么制裁中国大陆的一堆的时候，其实也让硅谷、矽谷的那些科技业者，每个人深受其害，每个人叫苦连天。而拜登不懂科技，然后他的商务部雷蒙多也不懂科技，只是一昧的仇中恨中，结果给他们胡搞瞎搞。我觉得现在马斯克把这些真正在科技现场工作的这一些老板、这些 CEO、这些科技专家，就是说他既是科技专家又是负责人、老板，他又懂得经营，然后他放在川普的旁边的时候，他给川普的建议，那就跟 BIS 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人的给川普的建议，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他会考虑更远，看得更长，看出来的这些副作用会更大，也给马斯克一个好的一个条件，就是把商务部的 BIS 新设的这个部门再砍掉。雷蒙多前段时间才到国会要求要更多的钱，很有可能这个马斯克大笔一挥就全部删掉了。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川普的新任的这位重要的财经内阁已经在说了，不是打全面贸易战，打个别贸易战，个别种类、个别项。那你只要对美国的企业有影响的，你就打贸易战。那问题就在大陆也对于他企业有影响的，也对你美国打贸易战，彼此之间终究会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我觉得态势是越走越好了。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伊隆马斯克他是个大赢家，他这次压川普也压对了。那他是志在4年后，我认为他准备是做川普的接班人。下一任他生在南非，他是外国人，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不能选。那我看看他这个美国这方面的法律因为我们知道，包含那个以前的那个阿诺斯瓦辛格，他当过加州的州长，他不能选总统。对，他那个时候要想选总统，因为他是欧洲人，对，不是在欧洲出生，不是在美国出生，对，是这个样子。那我看美国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突破？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他有时候是不会按照牌理出牌的，那他会不会在这一方面有一点在法律上动个手脚？我们要想到这一方面，因为马斯克在这一方面他有没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因为我们看看川普这一次的副手范斯，大家你看好像消失了，选完之后都没有他的任何的声音，因为他的从政资历非常的短，他只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也到现在为止只当了1年10个月参议员，其他从政资历完全没有，因为他39岁嘛，非常的年轻，在这方面没有。换句话说，到现在为止，那川普想想要培养接班人了，那接班人的话，那个虽然伊隆马斯克不是在美国出生，因为在美国出生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法律上可不可以做调整？我们有时候大胆来看，不是不能做调整，而且调整是有它调整的过程，当然有它的障碍，但是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性？我认为不要去完全排除，不然伊隆马斯克他不要那么的热心，而且只要把经济搞好，川普的接班人要交给谁，这方面的胜算就会比较高了，因为川普扮黑脸，马斯克扮白脸，把政府这个我们讲的这些冗员，把它做一个
大家把它做一个缩减，那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赤字就会降低啊。那降低的话，人民的这种好感度，对共和党的好感度马上又会上升。那现在我们来看呢，联邦政府的赤字预算现在到1.83兆美元，非常高了，也就是18300亿美元的这种联邦赤字，再加上国债，美国在今年的国债是到达这个11300亿美元，也是1.13兆。你看，那么两个加起来的话，就变成2.9兆哎。你看美国的这种赤字，联邦赤字跟国债的利息还没开张就要付那么多的钱了。那谁把经济搞好？那为什么要把这些冗员做裁减、做裁撤，交给伊隆马斯克？那伊隆马斯克在这一方面会不会说因为这方面而建功？很难讲，因为只要谁有办法把美国的经济搞好，谁就继续执政。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啊，这个美国是不是在炒作台海的局势啊？美国的智库 CSIS 啊，他们就讲说，哦，现在美国必须要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3%以上。那他这个兵推的时间背景是2026年，他说这个假定啊，解放军已经准备好要夺取南部港口或是空军基地的方式来进入台湾。那为了可能会跟中国发生冲突，所以美国必须做好准备。那国防开支要提高到3%，否则无法匹敌中国。那这个是美国他们自己的智库的一个讲法。那这个 CSIS 的专家他有讲到，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向台湾提供鱼叉飞弹以及与之相关的远程反舰飞弹系统啊、运输机啊、发射器、雷达，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将会是雪上加霜。他就是示警啊，说这个国防工业的基础短缺，恐怕会影响到华盛顿应对台海冲突的这个能力哦。那因此现在看起来，美日澳菲韩5国防长首次的会谈，大家在聚焦啊，就说，哎，这样考量到的好像是不是第一岛链要来这个共同防御哦，说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性。他们这5方会谈，这是第一次嘛？那日本的共同社就讲说，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军事行动哦，所以他们现在要更紧密的站在一块儿来加强合作关系。但是这样的抗中到底有没有帮助呢？中国大陆现在不太想要理美国。当这个美方这个奥斯汀想要跟董军会晤的时候，董军拒绝，就说，就没什么必要这个中美的防长会晤啊，你们还在不断卖军售给台湾，不断在拱火嘛。大陆也证实了这个消息，他们说责任就是完全在美方，因为你美方不能一边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哦，另外一方面又要跟中国的军队，如果这个就是你这有点好像两面做法，好像想要若无其事的来跟我们交流，然后另一方面却在背后捅刀的那种感觉，所以中方不跟你玩嘛，你在那边做两面派。那还有这个在南海这里哦，美国的特遣队说，来支持菲军的行动哦。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啊，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咄咄逼人呐，所以他们现在说要派一支特遣队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详细讲说这个特遣队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支援哦。菲律宾的国安顾问他讲到说啊，这个特遣队只是支援，一直强调这个支援的角色，他说并没有直接参与菲方在南海的作业哦。但问题是9月份的时候，其实才传出美国的海豹6队在台湾密训这件事情哦，不知道这个关联性有没有哦？那除了菲律宾之外，现在南韩要打算砸62亿美元，相当于台币2000亿啊，2000多亿，要全面提升 F-15K 的猛击鹰战斗机队。那现在传出，目前美国的国务院已经是批准了。那这样子的这个国务院批准之后，还要有待国会也批准才行啊。那这个 F-15K 据说是要跟这个歼16战机来相匹敌哦，借由这个空优和打击的角色，跟日本的 F-35机队来做一个互搏。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日韩积极在布局这样的一个战机的机队嘛。那还有这个朝鲜半岛金正恩啊，动作也是
频频回应美国啊。他说，现在朝鲜半岛尖锐对峙核弹的风险呢已经一触即发了，是你美国加剧紧张局势跟挑衅啊。北韩跟美国的谈判现在是已经走到了极限，将要进一步来发展升级超现代化的武器哦。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对于美国在释放讯息？因为美国一直跟这个南韩走在一块儿，一直在做一些拉升朝鲜半岛对立的事情，所以金正恩当然就回应啦，就说这个朝鲜半岛的核战争现在一触即发了，在热搜榜上面，微博的第1名热搜哦，也引发了一个关注。那甚至他们还有一个怪招。他们这个怪招很奇妙，他们是用噪音来轰炸南韩。那比方说呢，从7月份以来，他们在跟南韩交界的江华岛区域，就播恐怖片的音效啊，尖叫声、鬼笑声、爆炸声、枪声，还有垂死的尖叫声哦，这些恐怖的音效出来，然后从晚上11点开始播放让这个南韩这边的居民感觉上就是有受到一些这种。等于恐怖这种凄厉的声音这样子的一个骚扰，那他们说，这真的是北韩出的一个怪招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这个CSIS 这个提法很奇怪，因为美国现在的军费去年的数字就占 GDP 3.2% 啊，本来就超过啊，对，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可能数据是旧的，对啊，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做研究做成这个样子呢？美国事实上历来大部分都在3以上，所以他才会对北约其他国家很多国家没有到2感到不满嘛。而且讲白了，德国、法国跟加拿大本来都在1左右，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如果说是解放军可以夺取台湾的南部兰港口等等那这跟美国有什么关系他是说美国要出兵，是不是？那结果前一天我们不是看到另外一个报告，说台湾要先撑1个月，对，至少，对啊，1到2个月。这好像是2群人在写报告，是不是？这个蛮奇怪的啦，这个自己对不上。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到了川普之后，大概他们都要做修正了。因为川普对出兵，他的自我要求的条件是非常高的啦，所以我认为，反正就是他们都是因着新的政府上台，就要写新的报告啦。那另外这个给菲律宾无人艇，我不知道能够骚扰中国什么又不是美国要用，是菲律宾要用然后你下面那个讲到。韩国要把这个 F-15K 做个升级然后说对象是歼16，这个也蛮奇怪的，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我坦白说了，这个韩国跟这个菲律宾，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把它看成对手我甚至认为，连日本、中国大陆都没有把它当作对手所以他在乎的可能只有美军基地吧。而不是你能做什么比如说韩国的军队真正要在乎的，应该还是北韩那这个，因为我就不知道这个新闻的来由是在说什么。比如说他要提高他的军力的战备，然后花62亿美元提高他的空军的战力这个钱也没有很大因为我们的 F-16V 也是差不多这种价格对不对？那所以我是觉得，而且他这个也不能够真的，如果要去跟中国大陆空军 PK， 人家现在主力是歼20你怎么又扯歼16呢？对不对？那韩国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歼20，我就不知道了啦。就是隐形战机嘛，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对调啦。所以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里有点乱事实上，未来真正具有威胁性的，真的是金正恩讲那话我觉得金正恩在川普上台之后，一定会把他参与俄乌战争
还有他最近这2-3年累积的军事筹码啊，那希望摊牌。摊牌就是说，他知道川普会跟他接触，那就有可能会有结果啊。不像拜登都不理他嘛啊，那拜登不理他，他只好卧薪尝胆啊，连续2-3年都一直在增加他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嘛。我觉得接下来他大概预期会有谈判了。那因为他要的也不多啦，就说你要我全面的销毁核武，那是做不到的嘛。那要不要部分让你监控啊？然后你也部分取消我的经济制裁？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谈的啦。那而且中国跟俄罗斯大概也会支持这个谈的方向。那因为川普这个人比较实际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周边的国家，我觉得都好像都准备要有一个跟川普做比较大的一个谈判交易的打算。那我觉得最有可能成局的，应该就是朝鲜半岛。好，来请教赖老师。确实是这样哈，因为美国的军费长期以来一直超过3%啊。那一直长期超过3%，怎么会 CSIS 做出来的这个论点是说，美国必须它的军费要超过 GDP 的3%，才能够战胜中国大陆呢？这个就是逻辑上的矛盾。我们合理的推断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川普上来了以后，尤其是马斯克，你就不要砍国防预算因为你一砍国防预算，那美国就永远赢不了中国大陆了。我想这是他会在于川普上台之前，而且马斯克已经在筹组他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而且准备要大砍预算，而且传出说要砍国防预算之前放出这个报告因为不然的话，大家都知道，你查一下，美国长期以来都是超过3%对，他们现在是不是担心说，哎呦，如果走向奥巴马时代？把他的天花板定在5500亿，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控制住了？可是奥巴马时代的5500亿，他那个时候的整个国家的总 GDP 也没有到24万亿美元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部分里面，大家就合理的推断说，应该可能是在提醒川普。说你一直强调说你要打赢中国，那你又砍国防预算，这是自相矛盾我想这个是在帮他们的军火商说话，因为他后面带来的就是美国的国防工业这个目前来讲发展不行。可是问题是美国的国防工业发展不行，这个我们也有疑问，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讲，在全世界军火工业买卖排名第一的还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大陆，一直都是美国。那美国的军火占比这么的大，在全世界的武器市场占比这么的大，美国的武器的每一年的销售量这么的大，怎么会美国的国防工业很弱呢？这个又有点矛盾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CSIS 有为军火商说项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还有一个部分里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也有预测到。就是说，这一定会发生的事，果然也发生了。也就是说，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美国一直想方设法的要恢复中美两国的军事对话？说部长级的对话、总长级的对话，还有战区级的对话，花了很多的力气。以前是开了又关嘛，因为当裴洛西来的时候，本来在夏威夷本来在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谈，两军的对话已经开了。后来裴洛西来了以后又关了，然后在前段时间才又开。我们说，如果你美国以为说你开了以后你就可以造乱，那绝对会给你关掉，因为主动权在大陆嘛，我可以通，我也可以不通嘛。那现在你又开始造乱了，果然开了以后他就开始造乱，不只是在两岸之间造乱，在南海之间也造乱。大陆当然一关嘛，大陆这一关，国防部长跟国防部长不见面了。那你认为战区级的还会通话吗？我觉得帕帕罗现在要跟中国大陆通话可能不容易了，因为他还扬言说要让台湾海峡的解放军成为无人地狱。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都在装腔作势了。现在大陆又关起来了，那我看你什么时候开？不过我倒觉得现在有一个风险升高了，就是会不会东西两场这个核战，我觉得风险在拉高。欧洲的战场核战也在拉高，然后东亚地区的朝鲜的核战
也在拉高。对，我觉得这要不就是虚张声势，但是要不就是让美国很有可能要面对2场的核战。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也不见得能够吃得消。好，来请教将军。那南韩的这个猛击鹰就是 F-15K 要来做升级，要花2020亿台币那么多的钱升级，好像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的歼16战机。我认为它这种类比啊，这种对象啊，似乎有很大的逻辑上的问题。第一个，这个不是单一机种，因为中国大陆不是光是歼16，那还有包括歼20要不要比？那个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的这歼15T 要不要比？你不是单一机种他们对抗，他是派单一机种，没有，一定是混合多元机种的比较较量。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在意义上，在对比的意义上就失去了它逻辑性。第二个，我们看数量，南韩现在有的 F-15K 的数量是59架，那中国大陆的歼16已经400架了。你光数量上就已经拉出来了，你光比单一机种，还不要去比歼20啊什么，其他都不要再去比，你光比这个单一的数量也是差距蛮大的。这59架要升级，而且它那个都是要升级在雷达，还有火控系统，还有它的电战 F-15K 的电战系统要做升级，那花了这钱还蛮多的，因为50架要花2020亿，算是蛮庞大的一个项目。我认为可能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上面军火上面的一个考量。那第三个来做比较的状况呢，就是这个朝鲜半岛那个距离中国大陆山东半岛啊，只有170公里。那现在的中国大陆远火，就是我们讲到的卫士型的这些火箭弹啊，都可以打到300、400公里。它最近的距离170公里，往里面延伸300、400公里不是问题。它不会说只是拿着飞机对飞机，那拿地面的这个远火系列、导弹系列这些系列一定会去攻，甚至无人机过去攻击，怎么会空军对空军？这种飞机对飞机的这种想法，这是30、40年前冷战时代的时候打空战的时候用。那现在不是摧毁机场啦，直接对他的鸟的按照杜黑的制空论来看，对他的机场、对他的有生的空军的战力做轰炸，让他飞机没办法起飞，因为空军的战力就是机场，还有战机，还有飞行员。你对他的机场做轰炸，他飞机他机场报销了，战机没办法起飞了。你这歼15K 就算也很有强大的战力，也会受限。所以考量到综合，而且他们地缘战略靠得太近了。那靠得太近的话，不是空军单挑，也包括海军，也包括远火系列的火箭军也会出动。所以这样的来看的话，它的威胁源不是单一。如果威胁源是单一，拿单一机种来做比较，或许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考量上，或许过得去。但是这是综合上的考量，那综合上的考量的状况之下，要不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做 F-15K 这个猛击鹰的这种升级？那他这样的话会把他的预算排到这边，会发生排挤的效应。因为丙就是那么大，丙就是那你要放那么多，那其他人就会受影响，就会相对的限缩。那这样对南韩的其他的陆军来看、海军来看，会不会有些影响？而且我们知道，南韩最重要的对象是北韩，因为南韩跟北韩是陆上。这个北纬38度线相连，因为4公里的这个飞行数据就相连，所以南韩应该要注意的对象，可能不是中国大陆的歼16，是要对北韩的这些地上这个陆上的传统的火力去做考量，才是正确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